2021年，中国服役了多少艘军舰？能排在全球什么位置？这些军舰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未来中国海军发展势头如何？2021年刚过去，中国继续延续了军舰服役势头。根据统计，2021年中国服役的军舰总吨位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7万吨，其中2艘075型两栖驱逐舰、3艘055大型驱逐舰、7艘052D 驱逐舰、9艘056A 护卫舰和1艘094型核潜艇，这也为中国建设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力量。此消息一出，确实是让人对中国的造船技术感到十分的震惊。能有这么快的造船技术，以及中国海军飞速的发展，都使人眼前一亮。按照目前全球军舰总吨位排名，17万吨大概介于意大利海军总吨位与西班牙海军总吨位之间，还在全球第10位。也就是说，中国1年就服役了一支全球前10的舰队。而从服役军舰的结构来看，包括盾舰055驱逐舰与052D 驱逐舰成为主力，更有两栖攻击舰075舰以及核动力潜艇。而过去大量建造的近海巡逻舰022导弹舰早已停产。可以说，如今中国的远洋战力再上一层楼。确实，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已经一举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且年度军事支出位居世界第2，仅次于世界第1军事大国美国。因此，美国成为了中国追赶的对象，并且也已经极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这也使得中国更加注重在军事领域的方法中，尤其是在海军上，中国的军舰建设速度也呈现出下饺子的态势。这也使得中国军舰的数量不断增多，增强了海军的实力。加上中国愿意在军舰建设方面下功夫，并且还投入了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这才使得中国的军舰得以大批量建造，而且也完全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且在造船技术上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也已经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2021年总吨位达到17万吨的军舰分别有怎样的作用。首先是075两栖攻击舰。中国075两栖攻击舰的发展也让世界见识了中国建造速度。据悉，中国075两栖攻击舰的首舰于2019年9月正式下水，并且中国海军官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然而，就在时隔7个月之后，中国的075两栖攻击舰2号舰于2020年4月22号下水。如今2021年，中国的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也已经正式服役，并且前中国075两栖攻击舰广西舰入驻中国东部战区，其意义不仅仅只影响中国的东部战区，而且对于南海和西太平洋局势的稳定也是有十分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这也是中国海军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于美国海军的多次挑衅的强势回应，也是使得中国有更多的底气可以与美国叫板，也能够让美国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在其他国家的海域横加干涉，使中国可以自己正确处理台湾问题，从而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也是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其次是055大型驱逐舰，其作为中国最强驱逐舰，并随着第1艘055驱逐舰的问世，开启了中国驱逐舰的历史，使中国实现了从国内第1艘引进的驱逐舰到国内自主研发生产的万吨级大驱，也见证了中国国产驱逐舰的发展历史，也见证了中国海军从弱小到强大，从黄海到蓝水的艰苦发展历程。因此，055驱逐舰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此外，中国首批8艘055驱逐舰的建设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首批8艘055万吨大驱基本都可以完成成功入列。到时候也将是中国这8艘055大型驱逐舰齐聚的时候了。可以想象的是，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呐！所组成的055驱逐舰舰队也将是威风凛凛、无比的震撼。这也是极大的壮大了中国海军的队伍，并将大大增强中国海军的实力。再其次是052D 驱逐舰。052D 型驱逐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的一型导弹驱逐舰，为052C 型驱逐舰的最新改良型，也是中国继052C 型驱逐舰后又一种配备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的现代化防空驱逐舰。此外，中国052D 型驱逐舰是继德国萨克森级护卫舰、荷兰7省级护卫舰、丹麦伊万休特菲尔德级护卫舰、
日本秋月级驱逐舰、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之后，第6种配备4面有源相控阵雷达和通用垂直发射装置的军舰。这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新锐防空舰。现在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在建的052D 曝光，这也使得中国成为拥有此型舰数量最多的国家。再接着是056A 护卫舰。056型轻型护卫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于2012年下水的新一代多用途轻型护卫舰。本级舰采用深 V 长桥楼船型，适航性较好，可提供较大的舰体空间，采用隐身设计，舰体外飘，上层建筑内倾，形成一条贯穿舰体前后的折线。舰面上的设备如小艇、鱼雷发射管都遮蔽处理，雷达隐身效果良好。舰尾部有直升机甲板，有直升机操作能力，但没有设置机库。中国海军建造056型护卫舰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近海防御，且担负日常巡逻任务，为相关海上执法部门提供支持保障。以替换之前舰龄较长、战术技术指标较低、武器及设备已经落后、人员工作和居住环境较差、难以适应新时期的作战任务的053H 型护卫舰系列和037型猎潜艇系列。最后是094型战略核潜艇。094型战略核潜艇是中国海军隶属的一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094型战略核潜艇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2代弹道导弹核潜艇，是中国建造的排水量最大的潜艇。相比于上一代092型战略潜艇，无论在隐蔽性、传感器还是推进系统可靠程度方面都有较大提高。094型战略核潜艇开发始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首艇于1999年开始建造，并且完成极限深潜、水下高速、深海发射战雷等试验与考核。因此，中国仍然在加大对其的建造，以此来满足中国海军的需要。这也是中国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挥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因此，以上的军舰构成了中国2021年的主力战舰。这也对中国海军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将继续加快中国海军的飞快发展。中国军舰建造在2021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解放军2022年新一批驱逐舰已经开始建造，而且解放军此次建造驱逐舰数量共有20艘，其中大连12艘052D-A2 型驱逐舰和上海江南8艘055型驱逐舰，而且将在2022年先后交付海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军舰的入列将呈现出下饺子的态势，也反映出中国海军发展的速度之快，真的是令世界各国震惊。中国造船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得益于有中国强大的造船技术支持，使得中国造船速度不断加快，从而加快促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相信随着中国海军舰艇下饺子的速度会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而极大地壮大中国海军的实力，使中国有实力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迎头赶上美国。相信中国海军的发展未来可期，2022年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